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2019年初至今，比特币价格上涨约10倍。2020年12月16日，比特币价格突破2万美元。2021年1月2日突破3万美元，用了半个月的时间。随后，比特币价格突破4万美元，只用了1周。Facebook 前高管、亿万富翁投资者 Chamath Palihapitiya 在 CNBC 的节目中说道 All right, Chamath, we don't have that much time left. Let's talk rocket ships. First, Bitcoin. That falls into that category because that's what that is. 39,000. Where's it going? I mean, can you play the clip in 2012 and 13 when it was at 200 and everybody was laughing at me on CNBC every time I would talk about Bitcoin? Where is it going? It's probably going to 100, then 150, then 200,000. In what period? I don't know. 5 years, 10 years, but it's going there. And the reason is because every time you see all of this stuff happening, it just reminds you that, wow, our leaders are not as trustworthy and reliable as they used to be. And so just in case, we really do need to have some kind of, insurance we can keep under our pillow that gives us some access to an uncorrelated hedge. And it's going to eventually transition to something much more important. 比特币在未来5到10年很有可能涨到20万美元。因为社会基本结构已被破坏，人们需要一种自己可控的保险作为独立的对冲手段，比特币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查马斯被誉为硅谷最精明的投资人之一，也是早期比特币投资关键人物之一，自称一度拥有全部比特币供应量的 5%。 他的个人推特账号有100万关注者。查马斯在此次 GameStop 的美股大战中坚定做多，力挺散户，而美银证券首席策略师则表示比特币简直是泡沫的泡沫。从2008年比特币白皮书横空出世，2009年第一个创始区块被挖出，2010年购买2个披萨还需要花费1万个比特币。如今比特币价格已经冲破4万美元，10余年的时间，比特币价格上涨了超过1000万倍，并且衍生出庞大的加密货币市场。对于比特币，有人奉为信仰，有人嗤之以鼻。价值投资者的典范巴菲特对加密货币一直持否定的态度，他多次表示，加密货币基本上没有价值，也不会产生任何东西，我没有任何加密货币，也永远不会持有。但是现在不容忽视的是，如今的比特币市场已经不再是由散户推动，美国多家上市公司、投资机构也先后进场，比特币冲向4万美元的历史新高，这些上市公司和机构起到了关键作用。回想过去几十年，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黄金，80年代末的日经指数，90年代中期的泰国股市，90年代末期的互联网股票等，都曾在享受了数倍的涨幅后泡沫破裂。这一波比特币的飞涨是历史的重演，还是这次不一样？对于比特币的走势，目前市场观点出现显著分化。关键的问题是，号称去中心化但持仓高度集中、价格大起大落的比特币真的能够成为人们期待中的数字黄金吗？比特币真的能够起到抵御通货膨胀的作用吗？比特币能够对冲美元信用风险吗？本期视频和大家聊一聊这几个问题。这波比特币的行情甚至已经波及早已禁止比特币交易的中国。2021年1月26日，深圳金融局公告，近期随着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价格不断攀升，一些不法分子打着虚拟货币、数字货币的旗号，开展虚拟货币非法活动，比如以保本保收益的名义推出比特币理财项目。比特币这一轮疯狂的上涨和全球央行，尤其是美联储的放水关系很大。2020年5月，华尔街传奇对冲基金经理保罗·琼斯和他的合伙人共同撰写了一份报告《货币大通胀时代》。在这份报告中指出，会有很多资产在此次货币创造中波动。传统的对冲策略会偏好黄金，但最好的决策是让市场价格行为来引导我们的动作，然后尝试去理解市场的基本面因素。基于这样的思维，当世界寻找安全资产时，比特币的角色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保罗从购买力、信用力、流通性和可携带性4个维度给金融资产、法币、黄金和比特币打分。令他惊讶的不是比特币得分最低，而是比特币的得分是金融资产的 60%， 但是市值只有金融资产的1200%。
所以他认为比特币被错误定价。但是华尔街的分析师却认为比特币可能过热了，比特币已经进入了某种泡沫阶段。令华尔街分析师大跌眼镜的是，1月29日，特斯拉创始人拥有4376万粉丝的马斯克突然将他的推特签名改成了比特币，比特币应声上涨超过5000美元。那么比特币能成为数字黄金吗？把比特币比作数字黄金是基于比特币的以下特点：比特币具有数量上限，最多只有2100万枚，具有稀缺性。比特币最小可以分割到10亿分之一，单位为1聪。比特币可以跨国流动。交银国际分析师表示，由于美元进入弱周期，投资者以比特币、黄金为工具对冲美元信用缺失的风险。这两种投资品在这方面都有价值，区别在于黄金波动小，比特币波动大。不同的投资者会选择不同的工具，但他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就是对冲美元信用的下降。摩根大通2020年8月的报告中指出，年纪较大的投资者认为黄金是安全的，因为黄金是经典的价值储存手段和对冲通胀的工具。年轻的投资者则更看好比特币。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月21日，在已经开采出的1861万枚比特币中，有 21.81% 的比特币持有不动的时间已经超过了5年，有 34.68% 的比特币被持有不动的时间已经超过3年，有大约 78% 的比特币处于流动性较低甚至不流通的状态，只有420万个比特币处于经常流通的状态。这种供需不平衡的状态也是比特币牛市的一个原因。这种囤币行为使得比特币在投资品的属性之外，甚至有了某种宗教的意义。囤币的人在英文中有一个对应的名称 holder， 这个看上去是 hold 的错误拼写，但实际上这个拼写的方法来自于2013年比特币论坛的一条帖子，主题为 I am holding。 之后 hold 被币圈的人解释为 hold on for dear life 的缩写。但是囤币的人对比特币的信仰能坚持多久呢？方舟投资报告的数据显示，在持续上涨的势头下，比特币的变现率已经创下历史新高，也就是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早期投资者正在获利退出，而新的投资者正在入场接盘。比特币的理念虽然是去中心化，但是目前比特币的持仓高度集中，其中大约有 94.92% 的比特币掌握在 2.46% 的地址中，再加上比特币流通性较低的现象，注定了比特币市场是庄家的游戏。少数持有大量比特币庄家的买入卖出对价格的影响巨大。2017年比特币曾一度上涨至2万美元，随后价格跌落，又花了近3年的时间才重回2万美元。2017年的暴跌普遍认为是散户推动、杠杆比例过高的原因。而此次行情是一轮机构牛市，在机构投资方式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灰度基金模式。2013年灰度基金推出比特币信托 GBTC， 随后又发行了一系列的数字货币信托。2013年到2016年，信托的资产规模仅增加了7亿美元，但是到2017年至2019年进入了快速增长期，资产规模增加了26亿美元。2020年是爆发期，全年流入灰度产品的资金量为57亿美元，平均每周流入比特币信托的资金为9000万美元。目前通过灰度基金持仓的比特币已经占比特币总量的 3%。 比特币信托的运作模式是，投资者可以选择实物出资或者现金出资两种方式。实物出资模式下，投资者把比特币交给灰度基金，灰度基金把比特币存入托管机构，同时向投资者发行等值的比特币信托份额。现金出资模式下，投资者把认购资金交给灰度基金，灰度基金把资金交给集团内的另一家公司买入比特币，交给灰度基金。灰度基金拿到现货后，同样是存入托管机构，同样给投资者发行等值的信托份额。在这样的设计下，托管到灰度基金的比特币是不允许赎回的，同时购买信托份额要经过6个月的锁定期才可以交易。这就是灰度基金成为一个比特币只进不出的黑洞。由于巨大的市场需求，比特币信托在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有了明显的溢价，溢价率曾高达 132.6%。
机构投资者之所以选择比特币信托而不是直接在加密货币交易所交易的原因是，灰度基金的比特币信托交易方式更为干净。购入比特币信托，在享有比特币价格高波动性带来投资机会的同时，无需承担自行交易比特币可能存在的若干风险，比如在数字货币交易所开户存在着信息泄露、市场操纵、提币困难、交易所跑路，或者自己储存比特币容易忘记私钥、被盗、被黑客攻击。除了借助比特币信托投资，也有机构直接推出比特币基金，例如2021年1月刚刚成立的比特币基金天桥资本，管理资产的规模达 3.1 亿美元。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也有投资比特币期货的意向，甚至一向对比特币抱有疑虑的桥水基金也在计划推出一个和比特币相关的资产类别。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比特币将持续上涨，公司能够获得收益的基础之上。比特币价格上涨的同时，它面临的监管也将会越来越严格。欧洲央行负责人表示，比特币是一种高度投机的资产，用来进行一些非常可笑的生意和应该受到谴责的洗钱活动，全球范围内应当建立共识性的监管。美国新的财政部长耶伦也表示，比特币的加密货币主要是用于非法活动，立法者应当限制它们的使用。但随后有改口说道，要考虑加密货币和其他数字资产的好处，以及它们在提升金融系统效率方面的潜力，要仔细研究如何鼓励将加密货币用于合法活动，同时减少恶性和非法活动。对于加密货币而言，金融监管者的态度越来越严格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但是监管措施还没有形成。目前加密货币头顶的达莫克里斯之剑是仍在进行的纽约州对美元稳定币 USDT 的调查。USDT 是泰达公司发行的美元稳定币， USDT 和比特币的兑换交易占到比特币总交易量的 70% 以上。有人认为2017年比特币牛市的最大推手是泰达公司增发的 USDT， 此次增发并非市场对加密货币的交易需求推动，也没有得到相应价值的美元资产支持，而是用于购买比特币，推动了比特币上涨。此后，美国司法部、纽约州检察院相继进入调查，泰达公司被起诉，公司将用户资金和公司资金混在一起管理，并且动用泰达的准备金来掩盖被冻结的资金缺口。对于未来的监管，市场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严格的监管将使得加密货币的泡沫消失，现有加密货币的价格可能会归零。另一种观点认为，监管框架越成熟，加密货币市场就越合规，机构资金就能更加容易地进入加密货币市场，推动加密货币价格上涨。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希望能够帮到大家。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欢迎点赞订阅，点开小铃铛。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我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那我们下期再见。